重生回到系统选择前5分钟，我亲眼看着上辈子杀我的丈夫也睁开了眼睛。我选放大系统。他抢在我前面嘶吼出声，这一次我看着他得意的脸，平静地选择了被他鄙夷的缩小系统。他以为他赢了，可他不知道，在真正的末日里，能缩小的从来不只是物体。冰冷的触感从后背猛地传来，那是陈峰的手。我被他死死按在天台生锈的栏杆上，大半个身子已经悬空。楼下是密密麻麻嘶吼着的丧尸群。微微，别怪我。陈峰的声音嘶哑，带着一种我至今才听懂的冷酷。就一块面包，你放大一下就能救小柔，你为什么就这么狠心？一块面包，我想笑，喉咙里却全是血腥味。我的食物放大系统在末世是至宝，可以让一小块饼干变成足够食人果腹的巨物，可代价是我的精神和体力。连续不断的放大，已经让我筋疲力尽，每一次使用都像抽干我的灵魂。而陈峰的物体缩小系统被他用来携带更多物资，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在他眼里，我的能力是公用资源，而他的是私有财产。陈峰，我艰难的开口，我累了，真的没有能量了。骗人！他眼底赤红，那里面没有一丝一毫往日的温情，只有被拒绝后的恼羞成怒和一种被苏小柔挑拨后的疯狂。林薇，我没想到你是这么自私的人。表哥，别跟他废话了。苏小柔娇弱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嫂子，是不是想让我死啊？这句话成了压垮陈峰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看我的眼神彻底冷了。林薇，既然你不愿意使用放大系统，那就去死吧。他猛地用力一推，失重感瞬间攫取了我所有感官。我闭上眼，等待身体撞击地面，被撕碎的痛苦降临。预期中的剧痛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身下柔软的触感，是鼻尖萦绕的阳光晒过被子的味道。我猛地睁开眼，墙上挂着的电子日历清晰地显示着一行字：7月15日上午8点30分。这是末世降临的那一天，全球诡异的紫色极光闪过，然后无数光点坠落。那个所谓的生存系统选择界面，就是在今天早上9点凭空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我猛地坐起身，心脏在胸腔里疯狂雷动，几乎要跳出来。我下意识地抚摸自己的脖颈、手臂，完好无损，没有伤痕，没有丧尸撕咬的痕迹，也没有从高楼坠下后的支离破碎。我还活着，不仅仅是活着，我回来啦，回到了命运抉择的起点。巨大的震惊和狂喜如同海啸般冲击着我，让我浑身发抖。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的软肉里，那清晰的痛感提醒我，这不是梦。上一秒坠楼死亡的冰冷和绝望还烙印在灵魂深处，下一秒却回到了这个平静的近乎奢侈的清晨。陈峰，我侧过头看向身边空着的位置，浴室里传来哗啦啦的水声，他应该在洗漱。就在这时，浴室水声停了，门被拉开，陈峰围着浴巾走了出来，他的头发还在滴水，眼神对上我的视线。那一瞬间，我清晰地捕捉到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极其复杂的情绪：震惊、茫然、难以置信。那不应该是刚睡醒的人该有的眼神，那眼神像极了推我下楼时的他。一个可怕的念头如同闪电般击中了我，难道陈峰他也重生了？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表情管理几乎失控。就在这时，叮！全球生存系统加载完毕，请在10分钟内于脑海中选定您的初始生存辅助系统。A 放大系统 ，B 缩小系统，选择倒计时9分59秒。那个冰冷、毫无感情的机械音如期而至，再次响彻在脑海中。我的呼吸骤然停滞，上一世就是这个选择，决定了我们之后截然不同的命运，也间接导致了我的死亡。陈峰猛地看向我，他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无比，充满了紧张和一种势在必得。他知道了，他一定也回来了，所以他才会是那种眼神。他想抢先选择。果然，不等我做出任何反应，陈峰几乎是吼了出来，声音因为急切而有些变调。我选放大系统。陈峰吼出，我选放大系统。声音里的狂喜几乎要冲破屋顶，他胸膛剧烈起伏，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得意和怜悯，仿佛已经预见到我再次沦为他的食物生产器的悲惨未来。我迎着他的目光，心底一片死水般的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嘲讽。我选择缩小系统，我在脑海中清晰的回应，选择确认。缩小系统绑定中，绑定成功。几乎是系统提示音落下的瞬间，陈峰脸上那虚伪的关切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轻蔑。缩小。他嗤笑一声，摇了摇头，仿佛在惋惜我的愚蠢。林薇，你选这个有什么用？现在是末世，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食物，更大的生存空间。你把东西变小，是嫌死得不够快吗？他甚至懒得再伪装，转身就兴奋地试验起他的能力，将床头柜上那半瓶水放大，水柱不稳地喷溅出来，弄湿了地毯。他却毫不在意，沉浸在拥有核心生产力的狂喜中。我沉默地看着他，如同看一场早已知道结局的拙劣表演。听着，他试验够了，转过身，用一种施舍般的语气说道：我的能力是团队的核心，为了效率，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最好乖乖待在家里，负责后勤。外面现在很危险，你那个没用的能力，出去就是送死。他想把我圈养起来，就像上一世一样，只不过这次连表面的尊重都省了。我低下头，掩饰住眼底的冰冷，轻轻嗯了一声，顺从的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这显然满足了他的控制欲，他满意地点点头，开始规划如何利用他的能力称霸末世。语气激昂，
仿佛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然而，混乱的嘶吼和撞击声很快从楼下传来，末世的血腥序幕正式拉开。陈峰脸色一变，冲到窗边看了一眼，神色凝重起来。你待在家里，锁好门，我出去看看情况，顺便收集点初始物资。他迅速穿上外套，拿起一根棒球棍，语气不容置疑。记住，千万别出去添乱。他拉开门，谨慎地探出头观察了一下，然后快步消失在楼道里。门咔嗒一声关上，隔绝了外面隐约传来的惨叫。几乎在门锁合拢的瞬间，我动了，将那个早已准备好的空双肩包背好。陈峰以为他掌控了一切，以为用安全和无用就能把我束缚在这座即将成为囚笼的公寓里。他错了。我轻轻拉开门，楼道里空无一人，只有远处传来的混乱声响。我没有向下，反而向上，来到了顶层天台。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街区陷入的恐慌和绝望，到处都是恐慌的人群和恐怖的丧尸，仿若人间炼狱。我锁定了几处目标，街对面那家的大型连锁超市，它旁边那家的餐厅，更远处还有一个挂着仓储批发牌子的大型仓库。就是现在了。我深吸一口气，意识沉入那片新生的冰凉的系统核心，能量在涌动，目标视野所及范围内所有无主的未被固定死的物资缩小，一种无形的庞大的吸力以我为中心扩散开来。对面超市里的所有东西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它们如同被橡皮擦抹去一般，瞬间缩小成微尘般的颗粒，穿过破碎的窗户，跨越街道，如同受到召唤般汇入我敞开的背包。餐厅厨房里，冰柜中的冻肉，堆积的米面，桶装油，批发仓库里盛多的矿泉水，整箱的压缩饼干，密封的衣物被褥，所有这一切都在我的意念之下急剧缩小，化作一股无形的洪流涌入我的背包。但我的背包依旧轻飘飘的，仿佛空无一物。此刻，我的背包里已经装下了一个微缩的商业中心。我迅速下楼，回到公寓，反锁房门，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有引起任何注意。陈峰还没有回来，我没有停留，径直走进卧室，挪开那个厚重的实木衣柜。衣柜后面墙壁上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原本用于检修电路的暗格，里面是空的，积着薄灰，空间很小，仅能容纳一个孩子蹲坐，但对我来说足够了。我侧身钻了进去，然后将暗格的门从内部轻轻合上。绝对的黑暗和寂静笼罩了我。在这里，我再次发动了能力，这一次对象是我自己以及我背包里的一切。缩小，熟悉的失重感再次传来，黑暗的空间在感知中急速膨胀，原本狭小的暗格此刻变得如同宽阔的广场，而我变成了这方寸天地里的主宰。我打开那个同样缩小的背包，将里面的微缩帝国一一取出，如同积木般堆叠起来的米山面山，火柴盒大小却装满清澈饮用水的水库，指甲盖大小的肉罐头，里面是足够我吃好几年的分量，还有微缩的睡袋、炊具，甚至几本针尖大小字体的书籍。我将它们在这片属于我的绝对安全的黑暗世界里仔细摆放好，然后我拿起一个汉堡放进嘴里，慢慢的咀嚼，食物的香气和饱腹感传来。外面是陈峰自以为掌控的充满危险和饥饿的末世，而在我这无人能及的微缩世界里，我是唯一的王。我听着外面隐约传来的陈峰返回后找不到我时那气急败坏的呼喊和咒骂，平静地喝了一口水库里甘甜的水。好戏才刚刚开始，我等着看，没有了我这个累赘和食物放大器，你和你那朵娇弱的解语花能在这末世里撑多久？衣柜后的暗格并非完全密闭，当初装修时为了走线，在靠近墙角的踢脚线位置留下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孔，后来被衣柜挡住，无人知晓。此刻这个孔洞成了我观察外界的窗口，我将眼睛凑近小孔，视野有限，但足以覆盖大半个客厅。陈峰回来了，带着苏小柔，他脸色阴沉，手里只拎着半瓶浑浊的矿泉水和一小袋看不出原貌的饼干。苏小柔跟在他身后，头发凌乱，脸上早没了娇弱，只剩下麻木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怼。就这么点？苏小柔的声音干涩。陈峰没说话，把东西扔在桌上，喘着粗气坐下。他拿起那半瓶水，试图放大，水柱猛地膨胀，却控制不住的喷溅出来，洒了一地。最后瓶子里剩下的甚至不如之前多。他烦躁地捶了一下桌子。苏小柔默默拿起那块脏污的饼干，小口啃着，眼神空洞。这场景与前世何其相似，只是那时被压榨被指责的人是我，现在轮到他们自己品尝着绝望的滋味。我的微缩世界里，炉子上的水刚烧开，我给自己泡了杯茶，茶叶的清香驱散了从孔洞透进来的微弱霉味。我一边喝茶，一边继续看着。他们的物资很快耗尽，陈峰不得不再次外出。这次他去了很久，回来时更加狼狈，手臂上多了道抓痕，脸色惨白。他只带回来2个干瘪的苹果。他拿起一个苹果，再次尝试放大，苹果扭曲着变大，表皮却迅速发黑腐烂，散发出不好的气味。他愣愣地看着，最终狠狠把它摔在地上。苏小柔看着他，没去捡另一个苹果，只是转过身，肩膀微微耸动，不是在哭，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抗议。陈峰瘫在沙发上，眼神里的狂傲和得意早已消失，
只剩下疲惫和一种濒临崩溃的焦躁。他环顾着这个曾经被他视为起点和堡垒的公寓，如今却像一座精致的囚笼。我收回目光，不再去看。孔洞那边传来的压抑喘息和细微呜咽，成了我世界的背景音。我检查了一下我的物资，米山面山几乎没动，水库的水位依旧很高，罐头堆叠整齐。这里的安宁与富足，与孔洞另一侧那个逐渐崩溃的世界，形成了最残酷的对比。我平静地躺进我的微缩睡袋，外面是他们的末世，而在这里，时间仿佛静止。我知道这场饥饿游戏，他们才刚刚入场，而我有足够的耐心，看着他们一步步走向我早已预见的终点。手机在寂静中突兀地震动起来，屏幕上闪烁着陈峰的名字。我看着那个名字，接起电话。林薇，你看。他的脸几乎贴在屏幕上，油光满面，带着一种近乎癫狂的兴奋。镜头猛地转向他面前的桌子，上面摆着3包完整的方便面，2块压缩饼干，甚至还有一小瓶可乐。看到没有，老子找到的放大系统才是王道。他拿起1包方便面，集中精神，脸上因为用力而涨红。那包面在他手中剧烈抖动，然后猛地膨胀开来，变成了一大坨扭曲，几乎快撑破包装的面饼，碎屑簌簌落下。看到没，这么多够吃好几天。他对着镜头狂笑，又拿起那瓶可乐。这个也能放大，以后水都不缺了。他脸上的得意几乎要溢出来，仿佛已经征服了这个世界。他甚至把镜头转向角落里的苏小柔，她看起来依然憔悴，但手里也捧着一块被放大后形状不规则但体积可观的饼干，正小口啃着，对着镜头勉强扯出一个笑容。林薇，你现在在哪？是不是后悔了？现在求我，说不定我心情好，还能分你一点渣渣。陈峰志得意满，用那种居高临下的语气说道。这时我才缓缓打开了我的摄像头，镜头里我的脸干净红润，头发柔顺，我正坐在一个舒适的微缩沙发上，身后是码放整齐的米山和面山，旁边打开的罐头里是色泽诱人的红烧肉，手边水库的清水荡漾。我没有说话，只是拿起手边一个正常大小的新鲜的红苹果，清脆的咬了一口，然后我用小刀从微缩烤鸡上片下一片肉，放入口中，又拿起一杯微缩牛奶喝了一口。陈峰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他瞪大眼睛，死死盯着我身后那些物资，又看看我手中新鲜的与这个末世格格不入的苹果，以及那些他从未见过的精致的微缩食物。他手中的那瓶可乐哐当一声掉在桌上，褐色的液体汩汩流出，他却浑然不觉。他脸上那嚣张的得意的表情像脆弱的玻璃一样寸寸碎裂，露出底下难以置信的惊愕和一丝被彻底比下去的慌乱。你怎么可能？他声音干涩，试图维持最后的体面。我把镜头拉近，对准那罐红烧肉，让他能清晰地看到里面饱满的肉块和油光，又对准那杯牛奶，乳白色的液体微微晃动。最后镜头回到我平静的脸上。陈峰，我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穿透屏幕。你的好日子我享受不了，还是送给你的表妹吧。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看看自己桌上那坨巨大的扭曲的方便面，又看看我这边琳琅满目品质优良的食物，脸色一点点变得惨白。透过小孔，客厅的景象已从昨日的冷清变为一种虚假的繁荣。陈峰被5、6个面黄肌瘦的幸存者围在中央，他挺直腰板，脸上是被饥饿与绝望滋养出的得意。一个男人恭敬地递上小半块发黑的面包，陈峰接过，故作庄重地集中精神。面包在他手中不规则的膨胀，颜色愈发暗沉，表皮开裂，但体积确实变大了。周围立刻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呼和贪婪的吞咽声。陈峰将这块放大后品质更劣的面包掰成不均等的几块分下去，享受着众人陈歌厉害的奉承。苏小柔站在稍远处，小口啃着自己分到的那点，脸上是与有容焉的得意。看到了吗？陈峰声音带着刻意拔高的激昂。有了我的能力，我们就能建立基地，再也不怕饥饿。他的追随者们眼中燃起虚幻的希望。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甚至偷偷抹泪，这景象可笑又可悲。而我正在我的微缩世界里，享用热气腾腾的自热小火锅，汤汁洪亮，食材丰富，与外界的混乱仅一墙之隔。我这里却是绝对的安宁与富足。他的称霸末世，在我眼中如同沙滩上的堡垒，潮水烧至便会崩塌。几天过去，客厅已挤了10几人，空气污浊不堪。陈峰安然坐在唯一的椅子上，苏小柔像藤蔓般依附在一旁。当有人汇报搜寻计划并期待他同行时，苏小柔在他耳边低语几句。陈峰随即露出深以为然的表情，以首领需坐镇中央为由，将外出搜寻的风险全数推给他人。搜寻队带着简陋武器，面色决绝地离开了。陈峰则享受着苏小柔的捏肩，闭目沉浸在运筹帷幄的满足里。我看着他们的盘剥，心底冷笑。这种依靠转嫁风险和维护不稳定能力建立的统治，脆弱得不堪一击。他们沉浸在虚假的权力中，却不知矛盾已在暗处滋生。在我的世界里，我刚刚收获了第1茬微缩小葱，绿意盎然。同时，我开始系统地整理物资清单，并尝试用找到的微型零件组装更高效的净水装置。我不只是在等待它的崩塌，更是在积极建设和巩固只属于我的王国。它的膨胀于我而言，不过是末日戏剧的高潮前奏。我耐心等待着那必然到来的反噬。陈峰团队的繁荣如同昙花凋零的比预期更快。搜寻队回来了，出去16人，回来仅剩4个。
个个带伤，带回来的物资少得可怜，半袋受潮的饼干和几个空瓶。当幸存者哑声告知另外2人已遇难时，客厅陷入了死寂。陈峰看着那点物资，脸上没有悲痛，只有不满。他甚至试图放大那受潮的饼干，结果得到一团更大、更难以下咽的糊状物。那一刻，希望彻底从追随者眼中熄灭，取而代之的是压抑的怒火和麻木。裂痕已变成鸿沟。那个曾被陈峰拍肩鼓励的男人强哥此刻站了起来，手臂上草草包扎的伤口还在渗血。他指着那点可怜的收获，声音因愤怒而颤抖：我们用命换回来的东西，就让你们坐在家里享受。陈峰试图用以往的威严呵斥，但话音未落就被强哥粗暴打断。积压的怨气如同炸药，被这句话点燃，推搡咒骂，然后是一场小规模的暴动。强哥带着最不满的几人，直接扑向了陈峰。苏小柔的尖叫被淹没，陈峰在短暂的抵抗后便被推翻在地，拳脚如雨点般落下。这场混乱没有持续太久，强哥等人喘着粗气停下，冷漠地看了一眼在地上呻吟的陈峰，迅速搜刮了屋内任何可能还有用的东西，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其他观望者见状，也大部分默默跟上。客厅瞬间空荡，只剩下狼藉以及瘫倒在地的陈峰和低声啜泣的苏小柔。就在这时，我的手机震动起来，屏幕上闪烁着陈峰的名字。我接通视频，镜头那边，他的脸挤在屏幕下方，角度歪斜，脸上是新鲜的淤青和血迹，眼神涣散，充满了惊恐与绝望。林薇，微微，救救我！他声音颤抖，带着哭腔。他们反了，我和小柔受伤了，没有吃的了。你看在以前情分上。我看着屏幕上他那张狼狈不堪的脸，心中没有任何波澜。我想起了天台上的风和他推我下去时冰冷的眼神。我拿起手边刚烤好的微缩披萨，对着镜头平静地咬了一小口，慢慢咀嚼。想要食物，我的声音透过屏幕清晰地传过去。你的放大系统不是无所不能吗？我还是不要拖你的后腿了。说完，我挂断了视频。屏幕按下去的瞬间，我听见客厅那边传来陈峰野兽般痛苦而绝望的嘶吼。他的泡沫彻底破了，而我的世界依旧安稳。好戏才刚刚开始。透过小孔，客厅里挤满了新面孔。陈峰的父母和姐姐找到了这里，他们疲惫的脸上带着找到依靠的庆幸。陈峰站在家人中间，腰板挺得笔直，仿佛这一刻证明了他的价值。这次我们全员出动。陈峰挥舞着金属管，声音因激动而嘶哑。在家人和追随者混合着希望与不安的目光中，他们离开了公寓。我回到微缩世界，开始调试新组装的净水系统。这套系统利用微型水泵和多层过滤，能将雨水净化为饮用水。当外面传来他们返回的嘈杂声时，我刚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的测试。他们竟全员归来，拖着几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陈峰迫不及待地解开包裹，露出里面的罐头和压缩干粮。他当场演示放大能力，罐头在手中膨胀。追随者们发出惊叹：看到了吗？跟着我，饿不死。陈峰的声音充满亢奋，他豪气地分配食物。客厅里顿时充满虚假的繁荣。陈峰享受着众人的簇拥，之前的颓丧和狼狈一扫而空。他大手一挥，颇为豪气地开始分配放大后的食物。客厅里一时间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虚假的繁荣。我看着他那再次挺直的脊梁和眉宇间重新燃起的傲慢，慢慢喝完了杯子里最后一口水。侥幸的成功往往比失败更能催生毁灭。他显然没有从之前的教训中学到任何东西，反而将这次的运气完全归功于自己的能力。他大概觉得他的时代又要来临了。我轻轻合上暗格，继续完善净水系统。在我的世界里，新种植的番茄苗已破土而出，绿意盎然。他的每一次成功都让他离深渊更进一步。新幸存者不断涌入，客厅已拥挤不堪。陈峰站在破椅子上，挥舞手臂描绘着建立基地的宏图。苏小柔紧跟在他身侧，脸上挂着刻意的微笑，眼神却警惕地扫视着新来者。他们开始分配任务，加固门窗，清理楼道，轮流值守。陈峰尝试放大木板来展示能力，木板却应声碎裂。但这小小的失败并未影响众人的热情。我在微缩世界里培育的第2批蔬菜已经成熟，同时我开始尝试用微型电路板改造照明系统。外面的喧嚣与我无关，重要的是让我的世界更加完善。陈峰沉浸在权力膨胀的快感中，苏小柔则用利益安抚着内部的不满。新老成员为了一点食物残渣争吵不休，陈峰的调解简单粗暴，只会加深矛盾。我收获着新鲜的蔬菜，记录着作物的生长数据。泡沫吹得越大，破灭时就越惨烈。陈峰以为他在建立帝国，实际上只是在堆积炸药。陈峰的成功搜寻像一块磁石，吸引来了更多面黄肌瘦的幸存者。他们挤满了原本宽敞的客厅，空气中混杂着汗臭、血腥和一种虚弱的期盼。陈峰被簇拥在中心，站在一把不知从哪里搬来的破旧扶手椅上。他正挥舞着手臂，声音因为激动而沙哑。他在描绘一个宏大的蓝图，关于建立基地，关于秩序，关于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如何在这末世生存甚至壮大。但在这个末世之下，没有食物多伟大的蓝图只是摆设。陈峰的团队寻找到的物资越来越少，
不满的人也越来越多。强哥，那个曾经手臂受伤的男人，如今身边聚集了几个同样不满的追随者。他们领取食物时眼神冰冷，不再掩饰对陈峰的不满。搜寻队带回来的物资越来越差，发霉的谷物，受潮的面粉。陈峰试图放大一小袋面粉，结果得到一团散发酸味的糊状物。那一刻，客厅里死一般寂静，绝望在每个人眼中蔓延。我的微缩世界里，净水系统正式投入使用，清澈的水流通过微型管道汇入储备库，这意味着我的水源将更加稳定。同时，我改装的照明系统让菜园的光照更加充足。陈峰开始频繁亲自带队外出，每次回来都更加狼狈。他的威信随着每次空手而归而流失。苏小柔试图鼓舞士气，但他的声音在饥饿面前显得苍白。一次为了争夺几瓶过期罐头，他们与另一伙幸存者发生冲突，折损了2个人。回来的人身上带血，眼神麻木。陈峰把自己关在卧室很久，出来时脸色灰败。我注意到强哥那伙人活动越发频繁，他们找到了一些私藏物资，在角落悄悄分食。陈峰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显然已经无力管束。食物配给再次削减，连陈峰的家人分到的也明显少了。他母亲低声哭泣，父亲沉默不语。当苏小柔宣布新的配给标准时，迎接他的是死寂和怨恨的目光。我在微缩世界里烤制饼干储备，同时记录着外部局势的变化。临界点即将到来，只需要一个火星，这个脆弱的团体就会分崩离析。陈峰坐在他的王座上，眼神空洞。他终于看清脚下不是坚实的土地，而是即将碎裂的薄冰。我平静地给番茄苗授粉，外面的风暴正在酝酿，而在我绝对安全的堡垒里，新的生菜已经开始收获。这场好戏即将迎来高潮。火星来的比预想的更快，强哥那伙人不再满足于私下的小动作，他们直接堵住了刚带队空手而归的陈峰，要求之前清剿行动中找到的一直被陈峰把控的药品和武器。陈峰试图呵斥，但强哥直接抽出了一把砍刀，他身后的几个人也亮出了家伙，没有多余的话。强哥的人首先动手，目标明确，直指陈峰和苏小柔。陈峰的少数几个死忠试图保护他，但立刻被更多的人围住。这一次不再是之前那种克制的推搡，而是真正的见血的搏杀。客厅瞬间变成修罗场，惨叫声、怒骂声、家具碎裂声混成一片。苏小柔尖叫着想往卧室跑，被人从后面扯住头发拽倒。陈峰挥舞着一根铁棍，状若疯癫，但很快就被几把武器同时击中，惨叫着倒下。他的父母想冲过去，被人粗暴地推开，摔在地上。我透过小孔平静地看着这场混乱。强哥的人显然计划已久，目标明确，下手狠辣。陈峰那点可怜的威望和并不出众的战斗能力，在绝对的愤怒和人数劣势面前不堪一击。战斗没有持续很久，当陈峰和他最后几个追随者倒下时，客厅里只剩下喘息和呻吟。强哥站在中央，扫视了一圈剩下的人，那些大多是之前沉默观望的墙头草，没有人敢与他对视。他走到蜷缩在地上发抖的苏小柔面前，踢了他一脚。他惊恐地抬头，脸上满是泪水。强哥没杀他，只是示意手下将他拖到一边，和陈峰重伤的父母、姐姐扔在一起。他们成了俘虏，或者说是战利品。幸存者们开始疯狂搜刮房间里所有可能存在的物资，他们撬开地板，砸烂墙壁，寻找任何可能被隐藏起来的东西，但收获寥寥。陈峰和苏小柔的统治本就建立在虚空之上。强哥看着那点可怜的收获，脸色阴沉。他显然意识到夺取权力容易，但生存本身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我的手机在寂静中震动，还是陈峰的号码。我接通，屏幕那边却是强哥的脸，他脸上带着胜利者的残忍笑容，把镜头对准地上奄奄一息的陈峰，又扫过被捆住的苏小柔和他的家人。看到没？你的潜伏完了，把你藏的食物交出来，我可以考虑放过这些废物。我看着屏幕上陈峰濒死的脸，心中没有任何波动。我拿起手边一个微缩的草莓，咬了一口，清甜的汁液在嘴里蔓延。我把镜头转向我身后码放整齐的物资，以及那个正在运行的净水装置。强哥脸上的笑容僵住，眼神里先是难以置信，随即涌上贪婪和暴怒。你在哪儿？出来，不然我杀了他们！我对着镜头缓缓摇了摇头，然后挂断了电话，切断了他与这个微缩世界最后的虚假的联系。外面传来强哥暴怒的吼声和砸东西的声音。强哥的怒吼和砸东西声持续了一阵，最终归于沉寂。客厅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一种新的、更压抑的恐惧。我透过小孔观察，强哥的人将陈峰拖到角落，用找到的塑料扎带捆住他的手脚。陈峰痛苦地呻吟着，脸上血肉模糊。苏小柔、陈峰的父母和姐姐被集中看管在另一个角落，他母亲低声啜泣，父亲眼神呆滞，姐姐紧紧抱着自己的胳膊。苏小柔脸上没了血色，蜷缩着，不敢抬头。强哥走到陈峰面前，用脚踢了踢他。想活命吗？他的声音冰冷。陈峰艰难地抬起头，眼神涣散。强哥指向他的家人，你的放大能力还有点用，以后为我们做事，找到的食物优先给我们放大，不然……他顿了顿，抽出一把匕首，在陈峰母亲的方向比划了一下。先拿你妈开刀。陈峰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他看向家人那边，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最终艰难地点了点头。陈峰屈服了，为了他曾经不惜推我下楼也要保护的家人，
他再次交出了自己，或者说交出了他仅剩的那点利用价值。强哥满意的哼了一声，让人给陈峰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确保他不会立刻死掉。陈峰成了囚徒，一个被胁迫的工具，他被迫尝试放大搜寻队带回来的更加劣质的食物残渣，结果往往只是得到更大体积的垃圾。强哥的人对此很不满，不时对他拳打脚踢。我的微缩世界里，第一批小番茄成熟了，红艳艳的挂在枝头，我摘下一颗，味道酸甜。我的生活依旧规律，物资充裕，外面的悲剧对我而言只是观察的对象。强哥并未放弃寻找我，他审问了苏小柔，逼问我的下落和能力细节。苏小柔为了自保，语无伦次地说了我能缩小东西，可能藏了很多物资，但他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强哥显然对我的缩小能力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亲眼见过我视频里展示的丰富物资。他开始逼迫陈峰，不仅仅是放大食物，更要求他必须想办法找到我。那是你老婆，你肯定有办法联系她，把她找出来，把她那些物资弄到手，不然……威胁依旧指向他的家人。陈峰在殴打和胁迫下，精神几乎崩溃，答应一定会找到我。我知道强哥的贪婪已经转向了我，陈峰成了他试图调我出来的饵，这很可笑。陈峰的生死，他家人的存亡早已与我无关。我看着陈峰像一具行尸走肉般被驱使，这或许比死亡更让他痛苦。强哥的团队在陈峰这点不稳定的生产力支撑下勉强维持着，但他们内部的矛盾并未消失，只是被强哥的暴力暂时压制，资源依旧紧缺，搜寻依旧危险。我吃完番茄，开始整理我的微缩图书馆，外面的喧嚣、威胁、悲剧都无法穿透这层绝对安全的壁垒。强哥的寻找注定是徒劳，而我将继续在我的世界里，看着他们在这末世泥潭中越陷越深。我透过小孔看强哥的人又出去搜寻了，这次他们带走了陈峰，用一根绳子拴着他的脖子，像牵一条狗。苏小柔和其他人被留在客厅当人质，陈峰走得很慢，后背佝偻着，他曾经那么在意形象，现在却满身污垢，脖子上套着绳索。我的微缩世界里，早餐是燕麦粥和煎蛋，我慢慢吃着，计算着现有的物资，按照现在的消耗速度，还能维持很多年。下午，搜寻队回来了，人数少了2个，没看见陈峰。夜里，透过小孔，我看见陈峰被带回来了，他几乎不能走路，是被2个人拖进来的，脸上添了新伤，嘴唇干裂。他们扔给他一小块发硬的饼，陈峰趴在地上，用颤抖的手抓起那块饼，塞进嘴里。他吃得太急，噎住了，剧烈的咳嗽起来。没人给他水。强哥走到他面前，问他找到我没有。陈峰摇头，声音嘶哑地说他去了每一个我可能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我。强哥一脚踢在他肚子上，陈峰蜷缩起来，像只虾米。我的午餐是番茄牛腩盖饭，牛肉炖得很烂，番茄的酸甜恰到好处。我吃完后泡了杯茶，继续看昨天没看完的微缩小说。搜寻越来越频繁，收获却越来越少。客厅里的人肉眼可见的消瘦下去，眼神变得麻木。陈峰的父亲开始咳嗽，咳得很厉害，没人给他药，他咳了整整1夜，第2天早上没再醒来。他们把他的尸体拖出去时，陈峰的母亲没有哭，她只是呆呆地看着，然后继续小口啃着手里那点食物。陈峰的姐姐试图逃跑，她趁夜溜出门，但很快被抓住带了回来。强哥当众打断了她的腿，她的惨叫声在客厅里回荡了很久。现在她躺在角落，偶尔发出呻吟，没人靠近她。我的小番茄又成熟了一批，我摘下来做成番茄酱密封保存。我的净水装置运行良好，每天都能产生足够的饮用水。强哥的团队在崩溃边缘，食物已经见底，水也快没了。他们开始吃墙皮，嚼干枯的植物根茎。陈峰的放大能力彻底失去意义，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放大了。今天早上，我看见他们在分食最后半包过期的方便面调料，每个人用手指蘸一点，放进嘴里吮吸。苏小柔的头发大把脱落，眼窝深陷。强哥还在逼陈峰找我，但陈峰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找不到。我喝完最后一口水，检查了暗格的门，它依然牢固，从外面看不出任何痕迹。饥饿正在吞噬他们每一个人，而我的世界里，食物储备依然充足。我整理好睡袋，准备休息。强哥的人今天空手而归，客厅里弥漫着绝望的气息。有人开始啃食墙皮，陈峰被拴在暖气片上，肋骨突出的像搓衣板。强哥团队濒临崩溃之际，转机意外降临。一阵激烈的交火声后，他们冒险外出，带回了2个军用背包、压缩饼干、罐头、干净的水。这些物资让饿疯的人们眼冒绿光。强哥把一块压缩饼干扔给陈峰，陈峰颤抖着接过，却没有立即吃。他盯着饼干，眼神渐渐聚焦。他盘腿坐下，双手握住饼干。这一次放大过程异常平稳，饼干均匀的膨胀，变成原来的3倍大，没有碎裂，没有变质。强哥眼中闪过惊喜，这个被拴在暖气片上的囚徒突然成了团队不可或缺的资源。在我的微缩世界里，我正在试验新的种植技术，通过优化光照和营养配比，番茄的产量提高了3成。肥牛火锅在桌上冒着热气，我却更关注水培生菜的长势。陈峰的蜕变快得惊人，他不再佝偻着背，眼神恢复了锐利。当他在遭遇战中利落地解决2只丧尸时，连强哥都对他刮目相看。苏小柔重新依偎在他身边，替他整理衣领，夜晚靠着他入睡。他站在窗前眺望，手指轻敲窗框，那个意气风发的男人似乎回来了。
我记录着这些变化，同时改进了微缩世界的能源系统。太阳能电池板让我的夜晚更加明亮，也让我能持续观察外面的戏剧。陈峰从囚徒变成核心成员的转变，在我眼中不过是傀儡换了个主人。陈峰开始参与决策，他的判断出奇准确。几次成功的搜寻后，有人开始叫他峰哥。当他在楼顶布置瞭望哨、改装望远镜时，强哥的眉头越皱越紧。我收获了新一季的蔬菜，开始尝试种植蘑菇。这些在暗处生长的菌类恰好符合我现在的心境。陈峰在明处扩张，我在暗处积蓄。他独自外出的次数越来越多，带回奇怪的零件在角落组装。强哥的权威日渐流失，手下更愿意听从陈峰的命令。当陈峰放大了一整批受潮的弹药，让团队火力得到质的提升时，强哥彻底成了摆设。我完善了预警系统，在暗格外围布置了震动感应器。陈峰的野心在膨胀，而我的防御在加固。他训练新人，清理整栋楼的丧尸，威望达到顶峰。强哥被架空，整日待在房间里。陈峰开始接收其他幸存者，制定新的规则。团队运转得像台精密机器，但我知道这台机器的核心是个脆弱的泡沫。陈峰完全掌控了团队，站在客厅中央发号施令的姿态，像极了他前世站在天台上的模样。那时他也是这样站在高处，而我蜷缩在角落，耗尽最后一丝能量为他放大食物。我拿起充满电的手机，拨通了陈峰的号码，是时候给他精心维持的假象一击重击了。铃声响了3遍才被接起，屏幕上出现陈峰的脸，他背后是忙碌的团队成员。他眉头微皱，似乎对我的来电感到意外。林薇，他的声音平稳，带着一丝戒备。我没有说话，只是将镜头缓缓扫过我的微缩世界。新鲜的番茄挂在枝头，米山面山巍然矗立，水库波光粼粼。我特意让镜头在烤得恰到好处的面包上停留片刻，金黄的表面还冒着热气。陈峰的表情开始变化，他试图维持镇定，但眼神泄露了他的真实情绪，那是混合着震惊和贪婪的光。我拿起一个苹果，它在我手中显得如此的诱人。我咬了一口，清脆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陈峰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我注意到他身后的团队成员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苏小柔挤到镜头前，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写满不敢置信。继续展示我的生活，从永远满满当当的储藏架上取下一罐牛肉罐头。陈峰终于忍不住开口：你在哪里？他的声音干涩，失去了刚才的从容。我放下手中的东西，直视镜头，我的脸在屏幕这端平静无波，而他的表情已经开始崩塌，那些精心维持的领导形象正在一点点碎裂。我轻轻摇头，在他还想说什么之前挂断了电话。透过小孔，我看见他仍然握着手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团队成员围在他身边，但没有人敢上前打扰。苏小柔伸手想碰他，被他粗暴地推开。他抬头环顾这个他苦心经营的据点，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怀疑。那些整齐堆放的物资，那些服从他命令的队员，此刻在他眼中似乎都失去了意义。我关掉手机，将它放回储物箱的角落。外面的骚动与我无关。我的晚餐是番茄鸡蛋面。热气腾腾的面条下肚时，我听见外面传来陈峰训斥队员的声音。他的声音比往常更加暴躁，充满了无处发泄的怒火。夜幕降临，我的微缩世界安静祥和。我慢慢吃完面条，将餐具清洗干净。而我知道，在那一墙之隔的地方，有人正被嫉妒与不甘啃噬灵魂。这感觉不错。那通视频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陈峰的心里。他站在窗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窗框。苏小柔端着一杯水走近，却被他一把推开。滚开！水杯摔在地上，整个客厅瞬间安静。我在微缩世界里给番茄苗修剪枝叶，将成熟的果实摘下来。这些饱满鲜红的果实与外面发霉的饼干形成鲜明对比。看什么看？陈峰突然暴怒，都给我去训练！他像一头困兽，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曾经追随他的人现在都畏惧他，连苏小柔都远远躲着。一次外出搜寻彻底击垮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团队，他们遭遇了大规模丧尸群，回来时只剩下一半人手。我们必须复仇！他站在客厅中央嘶吼，声音沙哑难听，没有人回应。伤员在角落里呻吟，其他人低着头，眼神麻木。深夜，我透过小孔看见几个人影在黑暗中聚集，他们低声交谈着，快速收拾着行装。天快亮时，他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第二天清晨，陈峰发现又少了3个人，他暴怒地踢翻椅子，咒骂声在空荡的客厅里回荡。第二天清晨，陈峰发现又少了3个人，他暴怒地踢翻椅子，咒骂声在空荡的客厅里回荡。苏小柔瑟缩在角落，脸色惨白。为了重整旗鼓，陈峰开始了残酷的训练。5个新来的幸存者站在他面前，个个面黄肌瘦，眼神惶恐。在这里只有2个选择：服从或者死。他的声音像鞭子一样。我正炖着一锅红烧肉，香气在微缩世界里弥漫。一个年轻男人开始发抖，陈峰的钢管立即抵在他背上。下午是武器训练，陈峰演示如何用钢管击碎丧尸头颅。一个女孩吓得直往后退，他粗暴地强迫她握住钢管，女孩哭着完成动作，钢管差点脱手。傍晚分配物资时，陈峰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他自己拿最多，苏小柔次之，新来的只能分到碎屑。一个男人壮着胆子提出异议，陈峰的钢管瞬间抵住他的喉咙。在这里，我就是公平。入夜后，他突然集合所有人进行实战训练。最弱的那个女孩被派去引丧尸，差点丧命。训练间隙，
他把苏小柔叫到角落，递给她一把匕首，盯着他们，有人反抗，直接处理。苏小柔的手指微微发抖，但还是接过了武器。我采摘着嫩绿的生菜叶，准备做一份沙拉。陈峰在用恐惧铸造武器，却不知这些武器终将反噬。我拉上微缩世界的遮光帘，准备休息。这场末日的终章即将写下句点。我透过小孔看见陈峰站在客厅中央，手里紧握着手机，他的脸色阴沉，眼神里是压抑不住的焦躁和狠戾。苏小柔站在他身后，低着头不敢出声，其他几个幸存者也远远躲着，生怕触怒他。我知道他快要到极限了，团队的瓦解，物资的匮乏，以及我那通视频电话带来的刺激，都在一点点啃噬他仅存的理智。我的微缩世界里，我刚煮好一壶茶，茶香袅袅中，我平静地等待着他下一步的动作。果然，我的手机震动起来，屏幕上闪烁的依然是那个熟悉的名字。我接通了视频，但没有立刻将镜头对准自己。陈峰的脸挤满了屏幕，他的眼眶深陷，胡子拉碴，早已没了之前的意气风发。他死死盯着屏幕，声音嘶哑低沉：“林薇，我知道你看得到，我也知道你就躲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他停顿了一下，呼吸粗重：“我没耐心再跟你玩捉迷藏了。我没耐心再跟你玩捉迷藏了。”他的眼神变得更加凶狠，带着一种破罐破摔的疯狂。你自己出来，把你藏着的所有物资都交给我。他一字一顿地说，否则就别怪我使用非常手段。他没有具体说明非常手段是什么，但那威胁的意味毫不掩饰。走投无路的他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依旧沉默，只是缓缓将镜头转向我这边，再次扫过我的米山面山，扫过清澈的水库，扫过那些码放整齐的罐头和新鲜采摘的番茄，最后镜头停留在小炉子上那壶正在冒热气的茶上。无声的对比往往比任何言语都更具杀伤力。陈峰的呼吸骤然急促起来，他看着我这边安宁富足的景象，又环顾他周围那片狼藉和绝望，脸上的肌肉剧烈抽搐着，那眼神里混杂着极度的贪婪、愤怒和一种近乎崩溃的嫉妒。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林薇。他低吼道，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变形。别逼我，到时候大家谁都别想好过。我看着他濒临失控的样子，内心毫无波澜。他甚至不知道我具体在哪里。这所谓的非常手段，更像是一种绝望的虚张声势。我伸出手指，轻轻点在屏幕的红色按钮上，在挂断的前一秒，我看到他脸上瞬间闪过慌乱和更深的暴怒。屏幕暗了下去，世界重归寂静。我喝了一口温热的茶，滋味甘醇。在这真正的末世里，他连自己的生存都难以保障，又能拿出什么来威胁一个存在于微缩世界与他彻底隔绝的人？我继续喝我的茶，等待着他下一步的行动，无论是疯狂的还是徒劳的。陈峰的威胁没有让我感到丝毫波动，我继续整理着微缩菜园，给新发芽的胡萝卜建苗。暗格外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持续了很久。下午，声音停了，我透过小孔看到陈峰站在客厅中央，手里拿着一个木质音乐盒，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也是我们结婚周年时她亲手帮我修复的。苏小柔站在他身后，眼神复杂，其他幸存者远远看着。陈峰清了清嗓子，声音沙哑却笃定：林薇，我知道你在看这个音乐盒，你还记得吧？这是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我跑遍全城才找到的老工匠修复的。当时你说这是妈妈留给你最珍贵的礼物。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急切。10分钟，我给你10分钟时间，带着你的物资出来，否则我就毁了它。见四周没有动静，他的声音又软了下来，带着几分哄劝。薇薇，我知道你还爱我的，你只是在生气对不对？你舍不得这个音乐盒的，这是你最重要的念想啊。他的嘴角甚至挤出一丝笑意。感到一阵荒谬，他居然还以为用感情能胁迫我。他忘了他亲手把我推下天台时，所有的情分就已经彻底粉碎了。我平静地看着，甚至拿起水壶给旁边的薄荷浇了浇水。时间1分1秒过去，陈峰脸上逐渐变成焦躁，手指紧紧掐着音乐盒的边缘。苏小柔过去安抚他，却被陈峰猛地甩开。10分钟到了，他死死盯着四周。客厅里只有其他幸存者紧张的呼吸声。他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那种被彻底否定的难以置信让他整张脸都扭曲了。他吼着我的名字说：林薇，这是你逼我的。然后他猛地将音乐盒摔在地上，乐盒碎裂，里面的机械零件和一个小小的心形照片散落出来，那是我们唯一的合照。他发疯似的用脚踩踏那些碎片，直到它们变成一堆残渣。他喘着粗气停下来，环顾四周，眼中最后一点光亮也熄灭了。我始终没有出现。陈峰瘫坐在那堆碎片旁边，眼神空洞。他最后以为能牵动我的筹码，变成了脚下一文不值的垃圾。他输了，输掉了他自以为还存在的感情筹码，也输掉了最后一点可笑的自信。我收回目光，不再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的微缩世界里，薄荷散发出清新的香气。我剪下几片叶子，准备晚上泡茶。他毁掉的不过是一段早已腐烂的过去，而我的未来，在这个他永远无法触及的微小世界里，安稳而绵长。
音乐盒事件后的第3天，陈峰仍处在崩溃边缘，他整日蜷缩在角落，对着那堆音乐盒碎片发呆。苏小柔和其他幸存者各自在客厅里苟延残喘。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陈峰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警惕。他示意其他人保持安静，自己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向外看。门外站着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身后还跟着2个持枪的同伴，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陈峰犹豫片刻，还是打开了门。我们是曙光基地的搜救队。为首的迷彩服男人出示了一个金属徽章。根据我们的情报，这里有一个拥有放大能力的幸存者。陈峰的眼中瞬间燃起了希望的火花，他挺直了佝偻的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有价值。是我。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我能放大食物、武器，任何东西。迷彩服男人打量着他，又环视了一圈破败的客厅。证明给我看。陈峰急忙从地上捡起半瓶浑浊的水，集中精神开始放大。这一次，他的能力发挥得出奇的稳定，水平平稳的膨胀，水量明显增加。搜救队长点了点头。收拾东西，跟我们去基地。你的能力对我们很有用。陈峰喜极而泣，他匆忙收拾着所剩无几的行李，手指因激动而颤抖。苏小柔和其他幸存者也急切地围上来，恳求被一起带走。基地需要各种人才。搜救队长扫视了他们一眼，但每个人都要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句话让陈峰重新挺直了腰杆，他再次成为了那个被需要的人。但每个人都要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句话让陈峰重新挺直了腰杆，他再次成为了那个被需要的人，那个拥有特殊能力的人。我看着他们收拾行装，心中毫无波澜。曙光基地听起来像是另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牢笼。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搜救队长突然问道：听说这附近还有一个拥有缩小能力的人？陈峰的表情瞬间僵硬，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摇了摇头。不知道，可能已经死了。搜救队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再追问。我看着陈峰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充满失败回忆的地方，然后头也不回地跟着搜救队离开了。我的微缩世界里，新一批生菜长势正好，我采摘了几片嫩叶，准备做一份沙拉。陈峰找到了新的希望，新的牢笼，而我依然拥有他永远无法企及的自由。这场游戏还没有结束，也许在某个未来的时刻，我们还会相遇。到那时，不知道他是否还会为今天的选择感到庆幸。我平静地享用着我的沙拉，知道这绝不是终点。我透过小孔看着他们离开，陈峰的背影挺得很直，仿佛重新找回了支撑。苏小柔紧跟在他身后，脚步急促，像是生怕被落下。其他几个幸存者跌跌撞撞地跟着，脸上是卑微的庆幸。那个所谓的曙光基地搜救队员步伐整齐划一，他们带走了陈峰和他的放大能力，客厅彻底空了，只剩下满地狼藉以及那堆被陈峰踩得粉碎的音乐盒残骸。我收回目光，不再看向那片空洞。我的世界里一切井然有序。我检查了水库的水位，清澈见底，储备充足。米山面山依旧巍然，罐头食品码放得十分整齐。菜园里生菜和胡萝卜长势良好，小番茄已经挂上青色的果子。我给自己煮了一壶茶，用的是刚刚采摘略微晾干的薄荷叶，清新的气味弥漫开来，彻底驱散了从外面世界残留的霉味和绝望。那个搜救队长最后关于缩小能力的问询，像一颗投入静水的小石子，在我心中泛起一丝微澜，但很快平息。陈峰选择了隐瞒，这并不意外，在他心里，我的价值无论是正是负，都只该属于他，或者至少不该成为他投靠新主人的额外筹码。他的狭隘又一次帮了我。我不知道曙光基地是怎样的存在，是一个真正的希望之地，还是另一个形态不同的狩猎场，但这与我无关。无论外面是末世地狱，还是被粉饰的牢笼，我的微缩国度始终独立其中。陈峰以为他抓住了新的希望，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用他的能力去交换生存，重新开始仰人鼻息或与人博弈。而我拥有他无法理解也无法夺走的全部。我慢慢喝完那杯薄荷茶，滋味清爽，然后我开始日常的维护工作，擦拭微缩器具，整理储物架，记录物资清单。夜幕降临，我打开了微缩的暖光灯，柔和的光线充盈着这个小小的世界，安全而温暖。外面那个曾经喧嚣的客厅，如今沉入彻底的黑暗与寂静。我躺在柔软的睡袋里，闭上眼睛。陈峰的故事或许还在继续，但于我，这一章节已经彻底翻过，未来的日子依旧漫长而安宁。要是插进锁孔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我正给微缩菜园的番茄苗剪枝，听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声响，动作顿住了。锁舌弹开，门被猛地推开，撞在墙上发出闷响。陈峰跌撞进来，带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他几乎站不稳，靠在门框上剧烈喘息，衣服成了布条，勉强挂在身上，露出下面纵横交错的新伤。有些伤口还在渗血，有些则覆盖着粗糙的纱布，纱布下的皮肤呈现出不正常的青紫色。他瘦的颧骨突出，眼珠浑浊，里面是毫不掩饰的恐惧。他慌慌张张地反锁上门，又拖过旁边一个倒地的椅子抵住门把手。做完这一切，他才像被抽空力气一样，顺着门板滑坐在地。他蜷缩在那里，抱着膝盖，身体不受控制地发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这个积满灰尘、一片狼藉的地方。他挣扎着爬起来，踉跄冲向厨房，拧开水龙头，只有管道里传来空洞的嘶嘶声。他愣了一下，
随即发疯似的翻找橱柜，把空了的瓶瓶罐罐扫落在地，一无所获。他又冲回客厅，开始翻找每一个角落，掀开坐垫，拉出抽屉，甚至趴在地上看向家具底下，动作越来越急，呼吸越来越重，带着一种绝望的疯狂。最后，他停在那个实木衣柜前。我的心脏微微一提，但他只是看了一眼，便无力地靠了上去，身体缓缓滑落，瘫坐在衣柜前的灰尘里。他把头埋进臂弯，发出像是呜咽又像是呻吟的声音。我的微缩世界里，米饭刚刚蒸好，我盛了一碗，配上前几天做的红烧肉罐头，肉块酥烂，汤汁浓郁。我安静地吃着饭，听着外面压抑的抽泣声。他回来了，带着一身的伤和彻底的崩溃。那个他寄予厚望的曙光基地，显然不是什么希望之地。他身上的伤痕，那些整齐的切割和怪异的淤青，无声地诉说着他经历了什么。他像一件被使用后丢弃的工具，逃回了这个他唯一记得的曾经属于他的地方，但他忘了这里早已什么都没有了。我吃完最后一口饭，把碗筷收拾干净。外面陈峰似乎耗尽了所有力气，靠着衣柜一动不动，只有偶尔的颤抖显示他还活着。夜色笼罩下来，我没有点灯，在微缩世界固有的柔和光晕里坐下。他的归来没有带来任何波动，他只是一个闯入者，他选择了放大系统，追求力量和认可，最终却被这追求反噬。我闭上眼，他的结局从他推开我的那一刻，或许就已经注定。门锁传来细微的转动声，苏小柔侧身闪入，她穿着笔挺的灰色制服，头发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陈峰依旧蜷缩在衣柜前，对动静毫无反应。苏小柔的目光快速扫过空荡的客厅，掠过地上那些音乐盒的碎片，最后定格在陈峰身上。他的眉头微微蹙起，他放下背包，取出一瓶水和压缩饼干，蹲下身。陈峰缓缓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茫然。他猛地抢过水瓶，贪婪地灌了几大口，呛得剧烈咳嗽，又狼吞虎咽地塞着饼干。基地需要你回去。陈峰猛地摇头，身体向后缩，撞在衣柜上，发出闷响。不，他们会。嘶哑的声音里满是未尽的惊恐。那是意外。苏小柔语气平稳。潜能激发测试已经改进了方案。见他仍然抗拒，他稍稍放软语气。你的能力很有价值，在外面你只能像老鼠一样悄无声息地烂掉。他指向空荡的客厅和他满身的伤痕。回去至少还有食物和药品，而且他压低声音，带着循循善诱的意味。基地对缩小能力很感兴趣，如果你能提供线索，甚至帮助找到那个拥有者，那就是大功一件，你在基地的地位将完全不同。陈峰恐惧与野心在其中交织，他喘着粗气，目光在苏小柔带来的食物和自己肮脏的双手间游移。此时在我的微缩世界里，新培育的蘑菇正好成熟，雪白的菌伞在柔和的光线下格外饱满。我轻轻采摘着这些珍馐，准备今晚的晚餐。无论他们做出何种选择，都逃不出我的视线。苏小柔伸手扶起已经屈服的陈峰，在离开前，他的目光再次扫过这个衣柜，眼神中带着评估与计算的意味。他不会知道，他们苦苦寻找的猎物其实就在咫尺之遥的另一个维度。门锁咔嗒落下，客厅重归死寂。我轻抚着微缩世界光滑的墙壁，开始规划下一轮作物的种植，同时完善着预警系统。狩猎的号角已经吹响，但猎人与猎物的身份早在重生之初就已注定。炉上的茶水正好沸腾，发出细微的嘶鸣。我给自己泡了杯茶，看着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茶香四溢。夜幕渐渐降临，我的世界被柔和的微光笼罩，外面的寂静不同于以往，其下涌动着即将到来的喧嚣，但我这里只有永恒的安宁与富足。让他们来吧，我等着看这场由别人主导的狩猎如何一步步变成他们自己的困局，而我将始终在这个绝对安全的堡垒里静观其变，从容应对。死寂持续了3天，第4天清晨，门外传来仪器运行的嗡鸣声，像一只机械蜂鸟在黑暗中振翅。我透过观察孔看见数道幽蓝的光线在客厅里交错扫过，他们开始用最先进的设备进行扫描了。嗡鸣持续整整1小时后戛然而止，脚步声稳健地转向隔壁，他们在执行最笨拙也最有效的逐层排查。我退回世界中心，慢条斯理地煎了个溏心荷包蛋，烤了2片金黄的面包。外面的技术手段确实比预想中先进，但我的缩小能力在原子层级形成了天然的隔绝效应，就像水滴融入大海。下午，2个戴着特殊目镜的调查员悄无声息地进入客厅，他们手持巴掌大的探测仪，像手术刀般精准扫描每个角落。其中1人在衣柜前停留良久，仪器紧贴木板移动，光屏上的数据流如瀑布般倾泻。他屈指敲击木板，声音沉闷如心跳。仪器光斑剧烈闪烁后归于平静。他仔细检查暗格边缘的每一道缝隙，最终摇头离开。我给菜园松土，记录下番茄苗每日的生长数据。他们的技术能探测到最微弱的能量异常，但我的微缩世界是对物理规则的极致运用，完美避开了所有常规探测。陈峰独自归来，他穿着笔挺的基地制服，表面的伤势已愈，但眼神深处沉淀着难以抹去的疲惫。他拿着平板进行全方位动态扫描，在衣柜前停留的时间格外漫长。林薇，他对着空屋开口，声音干涩如砂纸摩擦。我知道你可能在这里，基地能提供最完善的保护，最丰富的研究资源，你不必永远躲藏。
回答他的只有空气流动的回声。几分钟后，他收起设备，背影略显佝偻地离开。我泡了杯清新的薄荷茶，指尖碾碎新采收的嫩叶。他们动用了尖端技术、精锐人力，甚至让陈峰亲自上演苦情戏码，结果却一无所获。狩猎暂时终止，但我知道他们绝不会放弃。不过只要我停留在这个他们无法理解的维度，所有的围猎都只是对着影子挥拳。茶香氤氲中，我继续完善着微缩世界的多层防御体系。这场注定无功而返的围猎，反倒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边界。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再精密的布局也显得如此苍白。距离陈峰上次离开已经过去4天，我的微缩世界运行如常。早晨，我收获了一批新成熟的胡萝卜，将它们清洗后存入储藏区。净水装置运行平稳，每日产出的清水足够饮用和灌溉。我清点了罐头库存，按照消耗速度计算，剩余物资至少可以维持5年。中午，我煮了一碗速食面，加入几片脱水蔬菜和一块压缩肉块，食物的热气在狭小空间里弥漫开来。下午，我检查了暗格的结构，墙壁没有新的裂缝，通风系统运转正常。我将部分物资重新整理，把容易变质的食物放在显眼位置优先使用，又将一些长期储备用防水布包裹后埋藏在地面之下。我通过孔洞注意到远处天空有不同寻常的反光，像是某种大型金属物体的反射，但距离太远无法辨认。我记录下这个现象，这可能是曙光基地在附近活动的迹象。夜晚降临，我透过小孔闻到烟味时，火势已经很大了，浓烟从门缝底下渗进来。客厅里开始泛起橘红色的光，外面传来木材燃烧的噼啪声，夹杂着远处隐约的呼喊。这是曙光基地的手段，他们找不到我，决定用最彻底的方式清除这栋楼。启动应急方案，将最重要的物资、种子库、净水核心和医疗包缩小到极致，贴身收藏。其余物品也缩小后放在背包当中。火焰已经烧穿了衣柜的背板，热浪扑面而来。我蜷缩在暗格最深处，感受着周围木料的颤动。浓烟从缝隙涌入，我用水浸湿布料捂住口鼻，氧气在减少，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热感。衣柜突然向外倒塌，我的暗格完全暴露在火海中。我集中全部意念，将自身缩小到极限。此刻的我比伊利尘埃还要微小，躲在暗格角落的金属框架夹层中。火焰席卷而过，整栋楼正在火焰中分崩离析。这场大火烧了整整1夜，当最后一点火星熄灭时，四周只剩下焦黑的废墟。我从夹层中出来，恢复成正常微缩尺寸。我的世界几乎被完全摧毁，但我的物资都还被我保存好了。远处传来引擎声，曙光基地的车队正在离开，他们以为已经清除了一切。这场大火没有杀死我，反而给了我真正的自由。现在连曙光基地也认为我不存在了。我站在废墟顶端，眺望远方，城市依然破败，但某些地方开始出现绿色的嫩芽。这场大火烧毁了我的微缩世界，却也烧断了最后的枷锁。从现在起，我真正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躲藏在其中的观察者。黎明来临，我的反击也即将开始。站在废墟顶端，我俯瞰着下方的丧尸群，一个念头在脑海中炸开：我的缩小能力或许就是为了重新定义这个末世的力量格局。意念锁定最近的一只丧尸，它瞬间收缩成指甲盖大小，在尘土中徒劳地挥舞着微小的利爪。这个发现让我心跳加速。继续实验，视野内的10几只丧尸接连化作微型标本，被我收进玻璃罐。它们在罐底疯狂蠕动，却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接下来的日子，我以这片焦土为起点，展开了系统性的能力测试。找到一个隐蔽的废弃防空洞后，我将之改造成新基地，把微缩世界里珍藏的种子、工具和书籍恢复原状。清理街区时，成群丧尸在意念下化作黑色微尘，被风卷走或落入密封桶。街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洁净，偶尔被躲藏的幸存者目睹。他们将这无法理解的现象称为神迹。能力在频繁使用中飞速成长。我不仅能精确控制缩小范围，还学会了筛选目标，保留丧尸身上的未开封罐头和完好工具，只让腐坏的部分消失。当我在超市停车场清理时，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浮现：既然能缩小有机物，那被污染的水源呢？实验证明，锁定水中病毒和腐烂物后，秽物会凝聚缩水沉淀，上层水质明显改善。这个发现让我激动不已。就在我沉浸于能力探索时，危险悄然而至。某天傍晚，我在高楼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几辆喷涂着曙光基地标志的改装车正在我清理过的区域徘徊。他们仔细勘察着异常干净的环境，动作专业而谨慎。是陈峰透露了我的能力，还是他们自己探测到了异常？我放下望远镜，指尖轻轻抹撒着装有微型丧尸的玻璃罐，罐中的小东西仍在不知疲倦地撞击着屏蔽，就像那些自以为是的猎人，永远不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们以为在追捕一个稀有能力的拥有者，却不知道这个猎物正在用微缩之力重塑世界。当他们在搜寻蛛丝马迹时，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防空洞深处，我清点着缩小的物资，成排的微型罐头、火柴盒大小的净水设备、邮票大小的医疗包，这些都是我建立的微缩防线，是我在这个末世立足的资本。窗外暮色渐浓，曙光基地的车队开始搭建临时营地，探照灯的光柱在废墟间扫射。我轻轻摇晃手中的玻璃罐，
看着那些微型丧尸在方寸之间挣扎。很好，他们选择了我的地盘作为战场，那就让他们亲身体会被缩小、被禁锢、被变成标本是什么滋味。这场狩猎是时候互换角色了。曙光基地的人在废墟外围驻扎下来，架设起探测设备和防御工事。我站在防空洞的阴影里，看着他们的探照灯划过夜空。第一个闯入者是一个穿着灰色制服的男人，手持探测器，小心翼翼地靠近我藏身的这片区域。可惜我锁定了他，他甚至连惊呼都没能发出，就从一个成年男性缩小成了一个不足10厘米高的微缩人。他手中的探测器哐当落地，发出沉闷的声响。他呆立在原地，仰头看着骤然变得无比巨大的世界。我走过去，弯腰捡起它，放进一个提前准备好的透明塑料盒里。它在盒子里疯狂捶打，我盖上盖子，将它放在洞口一块显眼的石头上。这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宣告。接下来的2天，又有3个侦察兵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恐慌开始在基地的队伍里蔓延，我能透过望远镜看到他们脸上日益加深的恐惧和困惑。他们开会、争吵、调整探测模式，却始终找不到任何线索。陈峰再次出现了，他被2个人压着，走到了这片区域的边缘。他看起来更加憔悴，基地制服松垮地挂在他身上。他对着空旷的废墟嘶喊：林威，我知道是你，出来！基地只是想和你合作。他喊着，眼神却惶恐地扫视四周。我们可以谈谈条件，你想要什么？资源、地位，我都可以帮你争取。合作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囚禁和研究。我没有回应，只是将意念锁定在他脚边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上。石头瞬间消失，原地只留下一粒几乎看不见的尘埃。陈峰的喊叫戛然而止，他死死盯着那块石头消失的地方，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他猛地后退几步，几乎瘫软在地，被那2个同样面露惊惧的队员架着，踉跄着逃回了营地。之后他们撤走了，车辆引擎声远去，带着一种仓皇逃离的意味。探照灯拆了，临时营地也收拾得一干二净，仿佛从未出现过，只留下那片被我清理得过分干净的废墟，以及空气中尚未散尽的属于他们的恐惧气息。我走出防空洞，阳光有些刺眼，脚下的土地依旧焦黑，但远处一抹倔强的绿色正在砖石缝隙间伸展。我抬起手，掌心躺着那个装着第一个侦察兵的塑料盒，他抱着膝盖坐在里面，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放弃了挣扎。我轻轻打开盒子，将它倒在旁边的石头上。他茫然地抬头，看着巨大无比的我，身体开始剧烈颤抖。我没有再看他，转身走回我的临时基地。下次若还敢来，我会让他们真正体会被缩小的恐惧。到那时，猎人与猎物的身份将彻底互换。他们回来了，这次没有大张旗鼓的驻扎，只有3辆伪装成废墟的越野车悄无声息地停在3个方向。车上的人穿着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迷彩服，动作干净利落。我站在防空洞深处，通过之前布置的微型监视器观察着他们。第一个小队开始推进，3人呈战术队形移动，每个人手中都拿着新型探测器。他们不再扫描能量波动，而是在检测空间曲率变化。当最前面的队员踩中我提前布置的微型陷阱时，他整个人瞬间缩小成10厘米高。微型陷阱是我最新的研究，将我的能力释放一点到物品上，只要踩中微缩能量就会释放。我通过扩音器发出警告，离开这里。剩下的2人立即后撤，但其中1人在后退时触发了第2个陷阱。现在地上只剩下2个微型士兵在徒劳地奔跑。第3个人终于意识到危险，转身狂奔。我没有阻止他，需要有人回去报信。半小时后，第2个小队采取了新策略，他们放出无人机，从空中喷洒某种化学试剂。我启动能力，将洒落的试剂连同无人机一起缩小，无人机变成玩具大小坠落，试剂则凝结成晶莹的颗粒。他们又尝试用远程狙击，子弹在进入防御圈后突然消失，实际上是被缩小成了针尖大小。狙击手连续射击数次，终于意识到不对劲，开始撤退。傍晚时分，他们动用了重型武器，一辆装甲车缓缓驶来，炮口对准防空洞入口。在炮弹发射的瞬间，我集中全部意念，炮弹在飞出炮管后急剧缩小，变成一颗豌豆大小，轻飘飘地落在地上。装甲车里的士兵通过观测镜看到这一幕，车辆立刻倒车撤离。现在他们终于明白普通的武器对我无效。深夜，陈峰再次出现，他独自一人，举着双手慢慢走近，在距离防空洞50米处停下。林威，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来，基地愿意谈判，我们可以提供你想要的一切。他等了一会儿，突然说，他们找到了抑制能力的方法，下次来的会是特殊部队。说完，他迅速离开。这算是示警，还是另一个陷阱？无论他们带来什么，我都准备好了。黎明时分，远处传来引擎声，新的狩猎即将开始。黎明时分，3架直升机在防空洞上空盘旋，降下数个身着银色防护服的士兵。陈峰走在队伍最前面，脸上带着我熟悉的虚伪笑容。他手中拿着一个金属圆盘，时不时低头查看。林威，他通过扩音器喊话，声音充满伪装的诚恳。基地已经研发出能力抑制器，投降吧，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我没有回应，他示意士兵散开成包围阵型，自己则缓缓向前。别固执了，你的能力虽然特殊，但终究有极限。基地愿意给你最优厚的待遇。
这时，我注意到他手中的金属圆盘正在发出微弱的光芒。随着他每向前一步，我感觉到能力的运转就滞涩一分。我尝试缩小他脚前的一块碎石，能量流动明显受阻，石头只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就停滞了。陈峰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嘴角勾起得意的弧度。感觉到了吗？这是专门为你研发的抑制场，现在投降还来得及。他继续向前，抑制效果越来越强，我甚至感到一阵头晕。特殊部队趁机推进，他们手中的武器开始发出嗡鸣，其中一人举起武器对准防空洞入口，一道无形的能量波冲击而来。洞口的岩石在能量波中碎裂，我被迫向深处撤退。陈峰大笑起来，看吧，在真正的科技面前，你的能力不值一提。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所有士兵都刻意与陈峰保持距离，似乎也在躲避抑制场的影响。我集中剩余的能力，锁定陈峰脚下的一块石头，虽然效果大打折扣，但石头还是瞬间缩小，让他踉跄了一下。抑制场出现了瞬间的波动，陈峰脸色一变，急忙稳住手中的圆盘，垂死挣扎。他怒吼道：“等抓到你，我会亲自把你送进实验室。”我明白了，抑制器的核心就是那个圆盘，而且需要陈峰持续操控。我佯装不知，故意踉跄。陈峰果然上钩，兴奋地快步向前，抑制场随之移动。就在他踏进防空洞的瞬间，我全力发动能力，目标不是陈峰，而是洞顶一块松动的巨石。巨石轰然落下，陈峰慌忙闪避，手中的圆盘脱手飞出，抑制场瞬间消失。我立即锁定最近的几个士兵，将他们缩小，现场顿时陷入混乱。陈峰见状，毫不犹豫地转身就逃，他丢弃了所有装备，像丧家之犬般冲向最近的直升机。我尝试锁定他，但距离太远，让他成功爬上了直升机，升空逃离。我捡起圆盘，他已经停止工作。下次见面，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猎物了。3天过去，曙光基地没有新的动作。我扩大活动范围，把周边几个街区的丧尸都清理干净，能力运用越来越熟练，现在可以一次性锁定上百个目标。第4天清晨，远处传来熟悉的引擎声，我登上制高点，看见3辆装甲车正在驶来。陈峰从第1辆车里走出来，他神情异常憔悴，眼下的乌青很重，走路时微微佝偻着背。他停在防御圈边缘，举起一个金属箱。林威，最后通牒。他的声音嘶哑，却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我保持沉默，暗中调动能力，这次不会让他逃走了。陈峰打开箱子，里面是个更大的抑制器，但他没有启动，反而从车里拖出个1人高的金属罐。认得这个吗？他拍打着罐体，你最喜欢的番茄酱原料。那是食品厂的原料罐，前世我们靠它撑过整整1个月。他双手按住罐体，额头青筋暴起。我立即发动能力，却发现抑制器已经启动，能力运转再次滞涩。就在这时，原料罐开始膨胀，不是简单的放大，而是失控的、疯狂的膨胀，罐体扭曲变形，表面出现裂纹，金属罐瞬间胀破厂房那么大，接着是体育馆，最后像座山一样压下来。遮天蔽日的阴影笼罩了整个街区，我全力后撤，但膨胀的速度太快，金属罐碎裂成无数块，每一块都在继续膨胀，碎片像陨石雨般砸落，把整片区域变成废墟。我试图缩小它，但在抑制场下只能让它缩小1/10。陈峰站在远处，七窍都在流血，脸上是疯狂的笑。看到了吗？这才是放大系统的真正力量。他又从车里拖出第2个罐子，这次是化工原料。我立即转移目标，集中能力对抗抑制器，能量在体内冲撞，喉咙里涌上血腥味。陈峰已经把手放在第2个罐子上，抑制器出现裂痕，但第2个罐子开始膨胀了，罐体破裂，液体四处飞溅，所有接触到的东西都在冒烟融化。我终于击碎抑制器，能力瞬间恢复，但已经太迟，化学品形成的雾气正朝我这边蔓延。陈峰倒在车旁，身体不自然的抽搐，但他还在笑，看着雾气吞没整片区域。我蜷缩在最深处的角落，听着外面陈峰的狂笑声。林威，上辈子你是我的，这辈子你不听话，那就一起死吧。化学雾气涌进防空洞时，我已经缩小到极限，腐蚀声在耳边滋滋作响，岩石不断剥落。陈峰的狂笑声突然中断，变成一声短促的惨叫。我透过缝隙看见他全身冒泡，皮肤快速溶解，他在雾气中剧烈挣扎，最终瘫倒在地，不再动弹。他的能力失控了，那些膨胀的碎片仍在继续变大，发出刺耳的金属扭曲声。我屏住呼吸，将能力集中在面前的岩石上，石头迅速缩小，露出后面的通道。这是我之前准备的逃生路线。我钻进去，将洞口重新封住。外面的崩塌声持续了整整1小时。当一切安静下来，我小心地扩大窥视孔，原本的废墟现在被一堆扭曲的金属块覆盖。陈峰的尸体被压在一块巨型罐体碎片下，只露出半只手臂。曙光基地的车队早已不见踪影，他们抛弃了他。我恢复成正常微缩尺寸，检查随身物资，种子库、净水核心、医疗包都完好无损。防空洞大部分区域已经坍塌。我从缝隙中爬出，站在满地狼藉之上。陈峰终于死了，这一次是真正结束了。我在废墟中搜寻可用物资，找到陈峰的尸体时，我停下脚步，他的脸上还凝固着最后的疯狂，右手紧紧攥着，
里面是音乐盒的碎片。我转身离开，没有停留。清理工作持续了3天，我将膨胀的金属块缩小到正常尺寸，堆放在角落。这片区域暂时安全了，曙光基地短时间内不会再来。我在防空洞更深处建立了新据点，这次不再隐藏，而是布下更多微型陷阱，能力在持续使用中变得更加强大。现在我能同时缩小整栋建筑。1个月后，这片区域已经恢复基本秩序。我清理了所有丧尸，净化了水源，偶尔会有幸存者路过，他们惊讶于这里的整洁。我从不现身，只在暗中观察。某天，我在尘封死亡的废墟上种下一棵小树，这不是为了纪念，而是标记我与它的终结。它的放大系统最终毁灭了自己，而我的缩小系统正在重建这个世界。傍晚，我坐在新基地里煮汤，汤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外面很安静，只有风声。我盛了一碗汤，慢慢喝完。明天我会继续向东行进，听说那边有更大的幸存者聚集地，但这一次我不再需要躲藏，因为我现在足以应对任何威胁。我收拾好行李，将基地入口封住。月光下，那棵小树轻轻摇曳。尘封的故事到此为止，而我的才刚刚开始。离开防空洞第7天，我在一座废弃小学过夜。操场上长满杂草，教室里的课桌积着厚厚的灰。我把几个微缩罐头恢复原状，加热后慢慢吃着。凌晨3点，远处传来车队的声音，不是丧尸的嘶吼，而是整齐的引擎轰鸣。我立刻警觉，将物资缩小收好，躲进教学楼顶层的储藏室。车队在学校门口停下，5辆军用越野车，车身上有熟悉的迷彩涂装，但这次没有曙光基地的标志。士兵们迅速下车，占据各个出入口，动作专业，配合默契。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中年人走到操场中央，他手里没拿武器，只是平静地环视四周。林威同志，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来，在夜色中格外清晰。我们知道你在这里。我屏住呼吸，没有回应。我们不是曙光基地。他继续说，我是国家特别行动队的负责人，代号山鹰。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证件，举在胸前。国家需要你的能力。我透过窗户观察他，他的站姿笔直，眼神坚定，和曙光基地那些人完全不同。末世爆发后，国家一直在努力重建秩序，你的缩小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他向前走了几步，停在教学楼前。我们观察你很久了，你清理丧尸，净化水源，这些我们都记录在案。我心中一紧，原来一直有人在暗中观察。国家不会强迫你，如果你愿意合作，我们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如果你选择独行，我们也会尊重。他说完这些，便不再开口，只是静静地站在月光下，等待我的回应。我思考了很久，国家基地和私人基地完全不同，他们有纪律，有底线，但我仍然谨慎。我从窗口扔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何证明你们的身份。军官捡起纸条，露出微笑，他对着耳麦说了几句。10分钟后，一辆通讯车开到校门口，车顶天线缓缓升起。这是国家应急广播频率。军官说，你可以亲自验证。我调出手腕上的微型收音机，选到那个频率，熟悉的国歌声后是清晰的女声。这里是国家应急广播，现在播报最新消息。我关掉收音机，这个频率无法伪造。我们需要运送一批医疗物资到西北基地。军官说，那里的幸存者急需药品，常规运输要穿越3个重度感染区，你的能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写下第2张纸条，合作条件：国家会为你提供安全保障和必要资源，你的能力不会被滥用，每次行动都需要你的自愿同意。这时，通讯车传来急促的呼叫。军官听完汇报，脸色变得凝重。刚收到消息，曙光基地的残余势力正在向这个方向移动，他们似乎发现了你的行踪。我握紧拳头，这些阴魂不散的家伙。山鹰的话音刚落，远处就传来了爆炸的闷响，地面随之轻微震动。他们来了！山鹰脸色骤变，对着耳麦疾呼：各小组注意，1级警戒，建立防线，保护林威同志。他转向我藏身的方向，语气斩钉截铁：林威同志，我们会守住这里，请相信我们。外面瞬间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火力密集程度远超上次。曙光基地这次是铁了心要拿下我。我透过窗户缝隙看到，山鹰的人训练有素，依托地形顽强阻击，但敌人数量占优，而且动用了重型武器。一辆改装卡车上的能量炮极具威胁，每次轰鸣都在围墙上炸开巨大缺口，压得守军抬不起头。我深吸一口气，集中精神，锁定那辆能量炮卡车，缩小炮管，能量飞速流逝。炮管外层似乎有抗性涂层，阻力不小，但我能感觉到它的结构在扭曲、压缩。砰！能量炮在激变的炮管口发生了剧烈爆炸，卡车瞬间被火焰吞没，威胁解除。这一下显然出乎敌人意料，攻势为之一致。干得漂亮！山鹰在频道里低吼，趁机组织反击。然而敌人显然也有后手，几个穿着特制银色防护服、动作快的诡异的身影，借助爆炸产生的混乱，如同鬼魅般突破了火力网，直扑教学楼而来。他们手中的武器泛着奇特的能量光泽，目标明确，就是我。拦住他们！山鹰目眦欲裂，带着最后几名队员冲上来近身拦截，战斗瞬间白热化。这些银色士兵异常强悍，常规子弹打在防护服上效果甚微。一名队员被对方的切割射线扫中，
惨叫着倒下。另一名队员拼死抱住一人，拉响了手雷。山鹰格斗术极其精湛，凭借灵活的身手和精准射击，连续放倒2人，但自己也挂了彩。就在这时，最后一名银色士兵捕捉到山鹰的破绽，手中怪异的武器射出一道惨白的光束，速度极快。我几乎同时再次发动能力，试图缩小那道光束或者那武器，但太快了，只来得及让他略微偏转了一点方向。光束擦着山鹰的肩甲掠过，带走一大片血肉，并留下焦黑的痕迹。他闷哼一声，动作明显迟缓。另外2个方向又有敌人趁机冲来。山鹰咬牙，用未受伤的手臂举枪还击，同时对着我这边大喊：走，他们的目标是你。话音未落，更多的能量光束笼罩了他所在的位置。我眼睁睁看着他又连续被几道光束击中，身体剧烈颤抖，最终重重倒地，不再动弹。最后几名士兵拼死抵抗，也相继倒在血泊中。这些同志没有死在丧尸浪潮之下，现在却为了保护我这样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死在了人类的枪口下。冲进来的银色士兵最终被我全部消灭，但山鹰和他带来的人全军覆没。我看着尸横遍野的惨状，看着为了掩护我而牺牲的军人，我恨自己的能力不足，只能被动挨打。曙光基地，我和你势不两立，等着吧，下一步我将指导你的老巢。山鹰他们的尸体被我小心地安置在教室角落，用找到的帆布盖上，我不能让他们曝尸于此。曙光基地必须付出代价。我从山鹰身上找到了他的战术平板和一些装备，里面存储曙光基地的大致方位，位于城市东郊的原生物科技园区。我收拾好所有微缩物资，离开了小学。我在废墟间快速穿行，遇到小股丧尸就直接缩小清理。我的目标明确，东郊。2天后，我抵达了科技园区外围，这里戒备森严，高墙电网，巡逻队穿着统一的制服，装备精良，基地规模很大。核心区域是几栋连在一起的白色大楼，楼顶有直升机坪和天线阵列，常规方法很难潜入，但我有我的方式。我锁定基地边缘一个落单的巡逻队员，他走到一个视觉死角时，我发动能力，他瞬间缩小，惊愕地站在原地。我快速靠近，将他捡起放进特制的屏蔽盒。我换上他的制服，利用缩小能力避开探测器和巡逻队。我像一粒尘埃，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基地内部。内部比想象中更庞大，我跟着一队换岗的人流进入了标有研发中心的主楼。越往里走，守卫越严密，需要权限卡才能通过一道道气密门。我躲在一个杂物间，等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单独进来，如法炮制，将他缩小，拿到他的权限卡和身份牌。根据身份牌上的信息，我朝着核心样本库方向移动，刷开最后一道厚重的金属门，里面空间巨大，摆放着无数透明的密封舱，密封舱里浸泡着各种扭曲变异的生物组织。我走到最里面的一排控制台前，屏幕还亮着，上面显示着复杂的基因序列图和实验日志。快速浏览记录，一份标注为起源的加密文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尝试用研究员的权限破解，进度条缓慢移动，门外传来脚步声和交谈声，是巡逻队。我屏住呼吸，缩在控制台下方的阴影里。他们停在门口，检查了一下门锁，没有进来。脚步声渐渐远去，文件解密成功。画面中，一个穿着曙光基地高阶制服、头发花白的男人正对着镜头阐述他的新世界构想。旧人类文明臃肿低效，注定消亡。我们需要一场净化，筛选出足够坚韧、能够适应新环境的个体。这场全球性的极光事件将是我们开启新纪元的钥匙。视频背景里赫然是散发着诡异紫光的培养罐。所谓的丧尸病毒根本不是天灾，而是曙光基地高层精心策划、有意释放的。他们自诩为神明，用无数人的生命做实验，只为了构建他们想要的新秩序。我默默将关键数据拷贝到微型存储器。就在这时，整个核心样本库突然响起尖锐的警报声，红光闪烁，我被发现了。警报声响起的瞬间，我立刻将微型存储器贴身收好。金属门外的脚步声变得急促杂乱，没有时间原路返回了。我环顾四周，锁定样本库后方一个通风管道入口，缩小，气密门就被强行打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冲进来，搜查每个角落，他一定还在附近。我在通风管道里快速爬行，管道图显示这条通路连接着多个实验室。下面传来士兵的呼喊和仪器扫描的声音，他们发现了那个被缩小的研究员。混乱中，我爬到管道的一个岔路口，下面是一个空的实验室。我轻轻撬开通风口栅栏，跳了下去。实验室里没有人，桌上有几台电脑。我尝试开机，但需要密码。门外传来脚步声，我立刻躲到实验台下方。门开了，2个研究员走进来，他们走到实验台前开始工作。我立刻发动能力，瞬间缩小。我把2个微型研究员放进旁边的空烧杯，用滤纸盖住杯口，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我换上其中一人的白大褂，带上他的身份牌，小心地打开门。走廊里警报声还在响，但暂时没人。根据记忆中的地图，我朝着最近的出口方向走去。拐过一个弯，迎面走来一队巡逻兵。站住，请出示证件。我递上身份牌，同时暗中准备能力。队长仔细检查证件，又打量着我。李志明博士，你不是应该在 B 区实验室吗？样本库出事，所有研究员都被要求待命。我保持镇定。队长眯起眼睛，手慢慢移向腰间的武器。不对，
李博士今天请假了。他猛地拔枪，但我更快，缩小，整队士兵瞬间变成了一群微型人，在原地慌乱地奔跑。他们的武器装备叮叮当当落了一地。我跨过这些微型士兵，加速向前，前方就是通往地面的出口，但出口处已经设置了关卡，至少20名士兵守在那里，还有2架重型机枪，身后也传来更多的脚步声。我被包围了，退路被堵死，我只能向前，集中全部意念，目标前方整片区域，缩小，能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前方的士兵、机枪、路障全部开始急剧缩小，但这次的范围太大，我感觉到一阵眩晕。我强忍着不适，从这群微型士兵中间穿过，出口就在眼前。就在我伸手推门时，背后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果然是你，林薇。”我转身看到一个穿着高级指挥官制服的男人，他手中拿着一个熟悉的金属圆盘，抑制器。放下你偷走的东西，我们可以考虑留你全尸。抑制器开始发出光芒，我的能力再次变得滞涩。他身后更多的士兵正在赶来，这次恐怕很难脱身了。抑制器的光芒像无形的枷锁，瞬间缠住了我的能力，能量在体内凝滞，每一次调动都如同在泥潭中挣扎。那指挥官举着圆盘，一步步逼近，把东西交出来。我看着他身后的士兵，他们举着枪，封死了所有角度，硬闯是死路。我垂下眼，手慢慢伸向口袋，做出要交出存储器的姿态。他的视线下意识地跟着我移动。就在这一瞬，我将全部残存的精神力，不再是试图对抗意志场，而是孤注一掷地轰向了他手中那面金属圆盘本身，缩小圆盘核心的微小能量节点。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这是唯一的赌注。精神力触碰到圆盘的刹那，一股尖锐的反噬痛感刺入脑海。但与此同时，那指挥官惊愕地发现，圆盘中心闪烁的光芒骤然变得极不稳定，发出滋滋的异响。就是现在，意志场出现了极其短暂的紊乱，能力虽未完全恢复，但那一瞬间的松动足够了。我猛地侧身，不再针对人，而是将能力作用在头顶上方悬挂的紧急消防喷淋系统的金属管路上。咔嚓，一段主管路瞬间被缩小断裂，积蓄在管道内的混合着防火泡沫的高压水柱从断口处疯狂喷涌而出，冰冷粘稠充满泡沫的水流劈头盖脸的砸下，视线瞬间被泡沫覆盖，强劲的水压冲得人站立不稳，现场一片惊呼和混乱。那指挥官被水流正面冲击，手中的抑制器脱手飞出，不知被冲到了哪个角落，枷锁彻底消失。我没有任何犹豫，能力全开，意念如同涟漪般扩散，缩小缩小缩小，前方堵路的士兵、机枪、路障在漫天水幕中接连扭曲变小，惊恐的呼喊声被水流声淹没。我踩着湿滑的地面从中间急冲而过，猛地撞开了通往外部的大门，刺眼的阳光照射下来，身后是基地内部凄厉的警报和混乱的喊叫。我没有回头，沿着预先观察好的路线发力狂奔，能力连续使用带来的眩晕感阵阵袭来，但我不能停。钻进基地外围复杂的管道区和废弃厂房，七拐八绕，确认甩掉了所有可能的追踪后，我才在一个锈蚀的巨大储罐后停下，靠着冰冷的灌壁滑坐在地，大口喘息。外面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由远及近，在基地上空盘旋搜索。我摊开手心，那枚微型存储器完好无损地躺在那里，里面的证据足以将曙光基地的罪行公之于众。他们以为能困住我，却没想到反而帮我拿到了他们最致命的把柄。休息了片刻，我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那片白色建筑群。狩猎结束了，现在轮到我去决定他们的命运了。我转身，消失在城市的废墟阴影之中。我带着那枚至关重要的存储器，开始向西北方向跋涉。山鹰同志牺牲前说过，国家在西北设有基地，那是我唯一的方向，也是唯一的希望。7天艰苦的行程，我遇到零散丧尸就直接缩小清理，每晚扎营时，我都会检查那枚存储器，确保它完好无损。第8天下午，我终于看见那片军事管制区，高墙上架设着重型武器，巡逻队步伐整齐。我在大门警戒线外现出身形，几乎瞬间，数十支枪口对准了我。红外瞄准点在我胸口闪烁。我叫林薇，我举起双手，声音平静。我带来了曙光基地的罪证。山鹰同志牺牲前让我来找你们。一个军官快步走来，目光如炬地打量我。你就是那个拥有缩小能力的人，山鹰在最后通讯中提到过你。我点头，取出那枚存储器，这里面有曙光基地制造并释放丧尸病毒的直接证据。我亲眼看到了实验记录。军官接过存储器，跟我来。通过层层安检，我跟随他进入基地内部。在指挥室里，我见到了基地最高负责人。看完存储器里的资料，他的脸色铁青，拳头重重砸在桌上。这群疯子！他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为了所谓的新世界，为了他们扭曲的进化论，竟然害死几十亿无辜的人。他转向我，目光坚定。林薇同志，我代表国家感谢你冒死带回这些证据，这是终结这场灾难的关键。国家绝不会姑息这种反人类罪行。我需要做什么？我直接问道。负责人指向作战室的沙盘。曙光基地防御体系极其严密，拥有大量先进武器。如果强攻，我们将付出惨重代价。但你的缩小能力可以改变这一切。他的手指点在沙盘上的白色建筑群。我们需要你带一支特种小队潜入内部，
破坏他们的核心设施和指挥系统。我同意。接下来的3天，我与一支10人特种小队进行了密集的磨合训练。队员们给我起了个代号钥匙，因为我将为他们打开通往敌人心脏的大门。小队队长是个皮肤黝黑的汉子，代号铁拳。他在训练间隙拍着我的肩说：“别担心，钥匙，我们会保护好你，就像保护胜利的希望。”第4天凌晨，我们出发了。我利用能力将整支小队缩小，装进特制的防护和贴身鞋带，我自己也缩小到极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抵达基地外围。铁拳的声音从通讯器传来：“钥匙准备好了吗？”当然，我回答，看着脚下这座制造了无数悲剧的堡垒，我知道终结它的时刻终于到了。按计划行动，我操控飞行器沿着墙体缓缓下降，进入基地内部。我朝着中央控制大楼飞去。我在通风口前停下，用能力缩小栅栏的连接处，轻轻取下。飞行器悄无声息地滑入管道，管道内一片漆黑，只有飞行器微弱的指示灯照亮前方。管道开始变得宽敞，下方传来机器运行的嗡鸣。到了，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透过栅栏缝隙，能看见下方灯火通明的控制中心，几十个操作员坐在控制台前，巨大的屏幕上显示着基地各区域的实时监控。准备投放，我打开防护盒，收到，各小组准备。铁拳的声音冷静，我将防护盒对准出口，发动能力，10名队员瞬间恢复原状，同时落地，没有一丝犹豫。铁拳打了个手势，队员们分成3组，一组控制出口，2组解决控制台前的操作员，3组直奔主服务器。消音手枪发出轻微的噗噗声，操作员们还没反应过来就倒下了。3组队员迅速将爆炸物安装在服务器机柜上，铁拳亲自将一个微型核弹头安置在控制中心的核心位置。突然，刺耳的警报响彻整个基地，被发现了。一名队员喊道：“控制中心的大门开始关闭，缩小。”我对着大门的方向全力发动能力，厚重的金属门在闭合前瞬间扭曲缩小，变成玩具般的大小。走！铁拳挥手，我们冲出控制中心，外面已经传来密集的脚步声。左转，直走到底有个应急通道。我凭着记忆指引，队员们边跑边向后扔出烟雾弹，走廊很快被浓烟填满。在通道口，我们遭遇了第一波拦截，缩小。我再次发动能力，前方的士兵和路障一起变小。我们踏过那些微型障碍，冲进应急通道，向上5层就是楼顶。我在楼梯间喊道，头顶传来脚步声，更多的士兵从上面冲下来。手雷！铁拳吼道，爆炸声在狭窄的楼梯间回荡。我持续使用能力，将上方的士兵和障碍一一缩小，能量消耗极大，额头渗出冷汗。终于到达楼顶，一架直升机正在启动，不能让他们逃走。铁拳举枪射击，我集中最后的力量，锁定直升机。直升机在跑道上剧烈抖动，然后迅速缩小，变成模型大小。里面的驾驶员惊慌地爬出来，清理楼顶。铁拳命令队员们迅速解决了楼顶的守卫。铁拳看了眼计时器，还有3分钟。远处基地的防空武器开始转向我们，我咬牙点头，再次发动能力。视野边缘开始发黑，但我坚持锁定那些重型武器，一个接一个，炮台缩小消失。时间到了，撤退！铁拳喊道。队员们迅速集结到我身边，我发动能力，将整支小队缩小收回防护盒，我自己也缩小到极致，启动飞行器全速升空。下方曙光基地的核心建筑开始从内部爆炸，从高空俯瞰，整个基地已经变成一片火海，连续的爆炸从中心向外蔓延，吞噬了一切。我悬停在夜空中，看着这场由我亲手引发的毁灭。防护盒里传来铁拳的声音：任务完成，钥匙带我们回家。走，兄弟们，我带你们回家。我满面笑容朝着西北基地飞去。黎明正好到来，第一缕阳光照在我身上，这场持续太久的噩梦终于结束了。